2022年3月4日，在美国犹他州位于滑雪胜地帕克城外的萨米特县，仍处于寒冷的冬天。凌晨3点20分，一通911报警电话打破了黑夜的寂静。电话那头的库里·李琴斯声音颤抖着告诉接线员，她的丈夫埃里克·李琴斯身体冰凉，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警察很快赶到，从执法记录仪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库里陷入了巨大的情感崩溃中。她向警方做了简单的陈述。当晚，她和丈夫埃里克为两人合伙成立的房产公司庆祝了周年纪念。埃里克喝了一杯鸡尾酒之后睡下了，他们9岁的儿子整晚都在做噩梦。库里离开了主卧，睡到了孩子身边，在安抚孩子熟睡之后，他轻轻地回到了主卧，躺在了埃里克的身边。他翻身去抱埃里克时，发现他的身体已经一片冰凉。而让库里感受到更为冰冷的是人情。仅仅2天后的3月6日，埃里克的妹妹凯蒂强行进入了他和埃里克的家中。凯蒂试图阻止库里打开丈夫埃里克遗留下来的一个保险箱，里面据说有10几万美元的现金。凯蒂和库里对这个保险箱的归属问题发生了剧烈的言语冲突。库里感到愤怒和绝望，他逐渐失控，一拳打在了小姑子凯蒂的脸上。以凯蒂为首的埃里克家人立刻对库里采取了一连串的法律行动。他们向法院申请了紧急保护令，限制库里接近埃里克的家人，并发起了针对库里的诉讼，要求对埃里克的财产进行全方位的冻结。最为震撼的是，他们竟然拿出了一份信托文件，声称是埃里克生前秘密签署的，内容是将名下接近300万美元的资产全部转移到2个妹妹凯蒂和埃米的名下，而库里对此一无所知。这份信托文件是真实的吗？同床共枕的一对夫妻，埃里克会像谍战一样防备妻子库里吗？这一段婚姻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致命毒药呢？让我们目击这起真实案件。枕边芬太尼。大家好，我是云奇，目击黑暗，更清醒生活，欢迎你成为真实案件目击者。现在我们去到案件的发生地，美国犹他州萨米特县。埃里克死亡当晚，医护人员初步判断他的死因是脑动脉瘤。库里的母亲丽莎·达登认同这个结论。丽莎向媒体表示，她曾在1天前见过埃里克，当时埃里克胸口疼痛，状态非常不好。但是埃里克的尸检推翻了这一说法。2022年4月，尸检报告证实39岁的埃里克真正死因是极其剧烈的芬太尼过量。法医在埃里克的体内检测出了高达致命剂量5倍的芬太尼残留。芬太尼是一种强效的合成鸦片类镇痛药，它在医学上用于缓解疼痛或麻醉手术，但近来在美国成为越来越常见的黑市毒品。库里面对这个报告，他表现得艰难而痛苦，不得不向警方透露，埃里克其实一直有着不为人知的消遣性吸毒习惯。每天傍晚，他都会服用含有 THC 的大麻软糖来放松紧绷的神经，甚至偶尔会设法弄来一些处方止痛药。库里的哥哥罗尼·达登也表示，看到过埃里克在偷偷吸食违禁药物。库里猜测，也许埃里克不幸买到了一粒被掺入了高浓度芬太尼的劣质大麻软糖，从而导致了这场意外。芬太尼的毒性极强，且见效极快，2毫克的微小剂量就足以致人死亡。在非法售卖的过程中，它往往因为没有严格的称量标准，使用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过量摄入而瞬间窒息死亡的案例并不罕见。于是警方根据尸检报告初步判定埃里克死于意外吸毒过量。然而埃里克的家人们对这个瘾君子的指控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和驳斥。他们立刻通过家族发言人向警方和媒体宣布，埃里克从来不是毒品使用者，他过着极其健康和自律的生活，甚至连常规的麻醉品都很少碰触。他绝对不可能无缘无故自行吞下5倍致死量的芬太尼。那么埃里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他。埃里克·李琴斯出生于1982年5月13日，
犹他州邦蒂夫尔的一个极其传统的家庭中。犹他州有着红岩峡谷、昂贵的滑雪小镇、摩门教根源以及浓厚的美国中西部保守文化。埃里克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在家族经营的牧场中长大。他高大、粗犷、吃苦耐劳，成年后白手起家，创办了石材建筑公司，凭借严谨的手艺，快速累积了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此外，他热爱体育、打猎、旅行和卡车，是标准的乡村精英形象。2009年，埃里克遇到了在加德堡建材超市担任收银员的库里达登。库里长相出众，也善于沟通和表达。粗犷的埃里克对库里一见钟情，但他并不敢贸然对库里展开追求。在默默关注了库里一段时间后，他终于鼓起勇气，请一位朋友帮忙，要了库里的电话号码。两人开始了约会、恋爱、同居。库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卡特。卡特出生1年之后，2013年，两人正式登记结婚。婚后，埃里克继续经营着石材公司，库里辞去了收银员的工作。她拿到了房地产中介执照，在丈夫的支持下，创建了自己的房产公司，进行买进、翻修、高价转卖豪宅的生意。同时，库里相继为埃里克生下了2个儿子阿什顿和威斯顿。事业成功，家庭美满，这一家5口是最标准的美式乡村梦。那么，埃里克为什么会秘密将自己的全部资产转移到2个妹妹的名下呢？库里揭开了家庭中的阴影。事实上，两人的婚姻早已出现了问题。他表示，埃里克对打猎的狂热已经到达了自私的地步。他每年有长达4-5个月的时间在打猎旅行中，留下库里一个人打理公司业务，操持家务，并独自照顾3个年幼的孩子。同时，埃里克展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他不再支持库里的事业，要求库里将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中。两人的感情在摩擦中一步步走向冰点。他们在几年前开始了婚姻咨询，幸运的是，咨询起到了作用。两人的关系从半年前开始回暖，并且埃里克还打算投资支持库里的一个最新项目。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项目。库里发现了一个占地约1858平方米的未完工超级豪宅。豪宅配有11个浴室、高尔夫模拟训练器、VR 娱乐室以及巨大的室内泳池。库里计划以390万美元的价格全资买下，凭借其位于中产度假胜地米德韦的地理优势，在完工之后转手卖给富豪。根据会计师的评估，库里如能完成这个项目，将会获得1200万美元左右的利润。而埃里克死亡的那个晚上，两人正是因为即将完成这笔买入交易而庆祝。不想，埃里克就此离世，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将库里彻底推入深渊。埃里克的2个妹妹及其家人声称拥有埃里克的全部资产，并通过法律程序切断了库里对埃里克的个人账户、石材公司以及人寿保险的任何触及权。库里拿不到丈夫埃里克的任何遗产。那个价值390万美元的豪宅项目，因为他无法按时支付款项，造成了他的个人公司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埃里克的家人甚至公开向警方喊话，认为埃里克是被谋杀的，要求警方进行刑事案件调查。这一切都让库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没有倒下。2023年3月，也就是埃里克去世的1周年，库里自费出版了一本儿童绘本，名叫Are you with me？ 你和我在天国吗？在这本温情的画册里，库里将丈夫埃里克描绘成了一个长着翅膀，在圣诞节和日常生活中时刻守护在孩子身旁的天使。他用极尽温柔的语言写道：你看不见我的微笑，但我就在这里，我们永远在一起。库里甚至主动联系了当地的电视台，上了脱口秀节目宣传这本书。他表示，由于3个年幼的儿子在失去父亲后产生了严重的情绪问题和心理创伤，他和孩子们一起写下了这本书，以此疗愈内心的伤痛。在巨大的经济危机和丈夫家人的连环控告中，库里仍然向公众展示了一个拼死守护孩子的悲情母亲形象。但就在1个月之后，2023年5月8日，萨米特县警方以涉嫌使用芬太尼谋杀埃里克的罪名，正式逮捕了库里。
库里·李琴斯，原名库里·达登，1990年4月2日出生在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他的母亲丽莎·达登经历过多段婚姻，财务状况一直不太稳定。也许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库里从小就展现出一种对跨越阶层、实现抱负的狂热偏执。他在高中毕业之后没有读大学，他一边在加德堡建材超市做收银员，一边和母亲丽莎、哥哥罗尼做一些民间贷款、二手车买卖等高回报也是高风险的生意。2013年6月15日，库里和埃里克正式结婚。两人的财产登记显示，埃里克的资产为270万美元，而库里的资产完全是空白状态。出于当地文化和对家族利益的保护，埃里克的家人要求库里签署了一份严苛的婚前协议。两人的婚后财产和公司运营完全独立。如果离婚，库里在法律上将分不到埃里克的一分钱。库里在婚后创办了房地产翻修公司，埃里克对于妻子的创业提供了支持。他主动用自己的石材公司的利润为库里担保，让他买下了几栋小房子进行试水。库里最初通过这几笔生意赚到了钱，他的野心也随之急剧膨胀，开始盲目介入超出自己资产能力的大体量房产。因此，他的公司背负了大量的印钱贷款。印钱贷款是一种由资产抵押支撑的民间短期贷款，它通常由那些急于倒买倒卖房产的炒房客用作短期过桥周转，但代价极其高昂。一旦借款人无法在极短期限内转手房产回笼资金，将面临全部资产被直接强行收走的后果。据埃里克的朋友表示，他从未控制过妻子的生活和事业追求，但他强烈劝阻库里商业上的冒进行为。正是库里的不以为意，造成了两人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裂缝。时间来到2020年，由于大环境的变动和库里糟糕的财务管理能力，他的公司背负的印钱贷款债务达到了180万美元。为了填补这个深不见底的财务黑洞，库里背着丈夫埃里克走向了疯狂的欺诈之路。他偷偷地登录了埃里克公司的账户，暗中挪用了用于缴纳税款的数万美元。他还疯狂盗刷埃里克的个人信用卡，甚至伪造了埃里克的签名，做了一份假的信托文件作为抵押，向民间借贷机构秘密借出了25万美元。但这些钱对于库里的债务而言都只是杯水车薪。于是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那个价值390万美元的未完工豪宅上，决定豪赌一把翻盘。就在埃里克离奇死亡的第二天，也就是2022年3月5日，库里按原计划完成了那栋豪宅的买卖合同。下午，他邀请了母亲丽莎和哥哥罗尼，在家中举行了盛大的派对，开香槟庆祝，终于拿下了这栋标志着库里美国梦的超级豪宅。埃里克的家人对此极为愤怒，他们迅速召集律师，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告知库里，他无法拿到埃里克的任何一分钱。此时，库里已经签署了那份豪宅合同，却付不出钱，于是他的公司债务一下飙升到了500多万美元。因此，爆发了库里和凯蒂抢夺保险箱的那一幕。在随后的1年中，埃里克的家人用尽各种方式催促警方对事件立案调查。他们找来了众多证人，向警方说明，埃里克虽然热爱打猎，但是在繁忙的工作日程中，他根本不可能像库里所说的每年去打猎4-5个月。事实上，他深深爱着3个儿子，教他们各种运动，尽一切可能陪伴他们成长。并且，家人们多次坚称，埃里克根本没有吸毒习惯，他不可能误食芬太尼，这个事件一定是刻意投毒。更惊悚的是，埃里克并不是第一次被投毒。案发前的1个月，2022年2月14日情人节，库里为埃里克买了一个三明治，埃里克仅仅咬了一口，便很快出现了全身重度荨麻疹，他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幸好他随身带着急救用的肾上腺素，在注射之后并立刻吃了大量的过敏药，他死里逃生。库里将这个事件解释为食物中毒，但埃里克私下向他的2个妹妹表示了怀疑。他明确地说：“你们记住，如果我遭遇了不测，罪魁祸首绝对是库里，他想毒死我。”那么，有证据显示是库里下的毒吗？他能不留痕迹地买到大量芬太尼吗？
警方在埃里克家人的压力下展开了秘密调查，结果显示库里确实有购买芬太尼并下毒的可能性。2022年1月的时候，库里私下联系了他们的管家卡门劳伯，他借口帮一位在生意中受伤的投资者购买强效止痛药，要求卡门通过暗网或者街头渠道购买强效鸦片类药物。卡门的隐藏身份是一个有着大量前科的吸毒人员和毒品贩子。在案发期间，卡门正因为涉毒罪名在接受戒毒法庭的强制缓刑监管。他答应了库里的请求。2月11日，在库里的车库中提供了15到30粒强效芬太尼药丸，并从库里的手中拿走了900美金。交易发生3天后的情人节，立刻出现了埃里克咬下了三明治差点死亡的恶性事件。2月底，库里再次急切地联系卡门，要求购买一批药物。这一次，他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原话是：去弄一些像当年迈克尔·杰克逊的医生给他用过的那种药效长，能让人彻底睡死过去的药。2月26日，库里给卡门开了一张面额为1300美元的支票。随后，卡门给了库里第二批高纯度芬太尼药丸。3月4日凌晨，埃里克芬太尼中毒身亡。这个时间线是不是也太过巧合了？同时，警方怀疑库里下毒的方式是通过给埃里克做的那杯鸡尾酒，因为在三明治下毒事件之前，还有一起通过酒水进行的疑似投毒事件。那是2019年，埃里克、库里和6个朋友在希腊度假。埃里克因为在服用某种治疗药物不能喝酒，库里递给了他一杯饮料，他喝了一口之后，立刻察觉到里面有高浓度的酒精。当晚，埃里克感受到强烈的恶心和眩晕，他联系了医生进行了紧急处理。大家都认为是服务员上错了酒，但事后埃里克曾偷偷告诉朋友，他觉得是库里故意想害他。这个事件因此被警方认为是库里尝试下毒的起点。更多的证据来自于数字取证，技术人员恢复了库里已被删除的 Google 搜索记录。芬太尼的致命剂量是多少？犹他州对非正常死亡的尸检程序是什么？体内含有芬太尼的人死后，尸检能查出来吗？甚至在被捕前夕，他的搜索记录停留在了 FBI 能够恢复 iPhone 上已经删除的加密信息吗？这些搜索内容已经展现出了强烈的犯罪意图。此外，手机健康数据显示，当晚深夜11点至凌晨3点之间，库里的手机一直处于高频活跃状态，说明他在屋内不断走动，而不是像他所说的在安抚做噩梦的孩子睡觉。基于上述证据，警方还原了2022年3月3日那个致命冬夜。当晚，库里借口庆祝地产公司周年纪念，为埃里克调制了一杯混入了芬太尼粉末的鸡尾酒。这是埃里克最爱的鸡尾酒莫斯科骡子，恰恰是库里最佳的投毒选择。作为基酒的高浓度伏特加可以掩盖芬太尼对口腔造成的灼烧感，生姜啤酒和青柠汁则压制了非法芬太尼的剧烈苦味。在埃里克喝下酒后，库里打开了卧室中的电视，把声音调高，锁上了房门。他拿着手机在屋内走动，等待，然后回到了卧室中，确认埃里克因为窒息而皮肤发紫，停止了呼吸，身体开始冰凉之后，凌晨3点20分，他拨通了911报警。然而，对于警方的这个说法，库里的律师指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缺失。警方始终没有在案发现场找到那只装过芬太尼的原始药瓶，也没有找到库里亲手将粉末倒进酒杯的痕迹证据。这让公众不免产生了疑问：那个画下了疗愈童书，带着3个孩子出现在电视中，给单亲母亲传递力量的女性，真的会在那个漆黑的冬夜冷酷毒杀她的枕边人吗？2026年2月23日，埃里克芬太尼毒杀案正式开庭。库里里琴斯面色苍白，眼神中透着焦虑和冷酷。他拒绝出庭作证，而他的辩护团队甚至无法找到任何一名证人来为他进行无罪辩护。他的母亲和哥哥为什么也不再作为他的证人了呢？因为控方手中的证据包含了一封遛狗信，这是在库里被捕的几个月后，狱警从他的牢房里发现的一封还未来得及寄出给他母亲丽莎的手写信。整封信长达6页，抬头写着：去遛狗，
看似库里请求母亲丽莎帮他照顾一只年老的狗，但字里行间是他要求母亲去操控哥哥罗尼做伪证。库里在信中编造了一套详细的话术，让哥哥对警方宣称亲眼看到了埃里克从墨西哥购买非法的处方药和芬太尼。面对这封毁灭性的手写信，库里的辩护律师坚称，这是库里为了排遣寂寞，在狱中和母亲共同创作的一部悬疑小说。你相信那封信只是一部小说吗？更可怕的是，媒体挖掘发现，有一个库里母亲丽莎达登有着亲密关系的女性同居伴侣，在2006年也因为药物过量猝死。丽莎作为人寿保险受益人，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全额赔偿金，而库里在埃里克生前为他在不同的保险公司疯狂购买了多份人寿保险，保额总计达到了惊人的400万美元。2026年3月16日，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在仅仅闭门讨论了不到3个小时后，便做出了一致裁决：库里·里琴斯被判定加重谋杀罪、谋杀未遂罪、金融欺诈和伪造文件罪等所有核心罪名全部成立。2026年5月13日，这天原本应该是埃里克44岁的生日，却成了库里的量刑听证会。最为戏剧化的一幕在这天发生了。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库里的3个儿子通过心理医生提交的受害者影响陈述。陈述中这样写道：母亲库里在埃里克死亡后，长期强迫孩子们观看战争中儿童挨饿死去的影片，对他们进行精神恐吓，并在深夜将提出反对意见的孩子死死锁在房间或者黑暗的地下室中，甚至通过虐待动物来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威胁。二儿子阿什顿在信中指控母亲库里几乎杀死了所有他们养的宠物。大儿子卡特在信的末尾对母亲库里写道：你心里只关心你自己和你那些愚蠢的男朋友，如果你被放出来，我永远都不会感到安全。3个孩子的陈述彻底揭开了库里藏在疗愈童书背后的真面目。他暴虐、酗酒，并且具有反社会人格。在我看来，他写童书这件事只是面对着超过500万美元的债务以及被起诉的压力想出来的一个洗白手段而已。这和丑闻缠身的公众人物一样，企图通过所谓的慈善活动重塑形象。主审法官理查德·姆拉奇克当庭痛斥库里的罪行对社会极其危险，并判处库里·里琴斯终身监禁，绝无假释可能。埃里克是什么时候开始秘密转移资产的呢？答案是2020年，就在希腊那次酒精中毒事件之后，开始了资产保护行动，甚至随身携带着肾上腺素笔，以防不测。但他为什么不报警，也不离婚呢？在一些人看来，埃里克是一个极度愚蠢、迟钝且懦弱的男人，他选择了隐忍妥协，给了枕边人谋杀机会。而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他是一个为孩子牺牲自我的悲情父亲。我在整理资料时，发现埃里克曾在年轻时被派往巴西，进行了为期2年的全职传教服役。也就是说，埃里克来自于一个传统的摩门教家庭，而美国中西部那种高度崇拜完美美式家庭的保守文化氛围，进一步塑造了他的价值观。离婚不仅是个人亲密关系的破裂，更是一场在整个社区、家族和信仰体系面前的巨大失败。在失败和死亡之间，埃里克把主动权交给了库里。不仅是埃里克，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瞬间被宏大叙事、血脉牵绊、自我执着或是所谓的体面给困住。为了维持表面的平静，在溃烂的现状里装睡。请记得，不管一张床看起来多么华美，如果你无法安心熟睡，留在这张床上只会陷入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离开这张床，去下一个黎明。请点赞评论，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条影片。我们目击黑暗，更清醒生活。我是目击者云奇，我们下次再见。